继17-0的战绩之后，歼20再次加入训练，这次的敌方目标却不同寻常。为了针对谁？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不久前，解放军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首次向外界披露了我国空军歼20战斗机的真实实力。我军歼20战斗机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以17-0的交换比零损伤击落了敌方战斗机。然而，我军并没有因此感到沾沾自喜，仍然在继续进行一系列训练。近日，我军的歼20战斗机却与美国军机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训练。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空军开展了一次对常规敌机进行复杂打击的训练。与之前训练不一样的是，歼20战斗机在这次训练中的敌方目标却被贴上了 F-16幻影2000战斗机的标签。值得一提的是，苏30战斗机也参与其中。不得不说，我国空军的这些做法的确大有深意。那么，我国空军的这些举动是为了针对谁呢？据分析，苏30战斗机的加入让很多人认为这是在针对印度。眼下，中国与印度方面已经对峙了半年之久。近日，印度方面在边境地区重新部署了130万大军以及武器装备。所以说，我们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冲突事件，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军事训练。根据公开的信息表明，印度空军的苏30 MKI 战斗机的实际保有量约为208到226架左右，可以说是印度空军的主力战斗机之一。不仅如此，印度空军还有49架幻影2000战斗机。所以说，我军这次让苏30战斗机和贴上幻影2000战斗机标签的目标加入战场，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针对印度空军。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我军此举还有另一个针对目标。通过贴上 F-16和幻影2000战斗机标签的目标来看，很有可能是为了针对对岸。据了解，对岸的空军部队中有较多的 F-16战斗机以及幻影2000战斗机，所以说，我军此举很有可能是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近一段时间，对岸在美国的怂恿下，一直在做出挑衅的举动。目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说对方做出进一步举动的话，那么我们很有可能会以武力来解决一切问题。所以说，我军很有可能也是在为此做准备。那么，这样的演习真的能给我军带来帮助吗？毫无疑问，这种演习对于我军来说意义重大。首先，我军的苏30战斗机从综合性能来讲，与印军的苏30 MKI 战斗机大致相同，有些方面还优于印军战斗机。所以我军歼20战斗机能够击败我军苏30战斗机的话，那么在真实的战场上，歼20战斗机在对抗苏30 MKI 战斗机的时候，将会变得更加得心应手。不得不说，我国空军的实力确实有了非常大的提高。通过歼20战斗机打出17-0的成绩就能看出，它一点都不虚其他战机。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疫情开始在欧洲肆虐。当时，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因向欧盟求助无果，寒心地指出，欧洲团结是不存在的，并且武契奇还表示，不指望得到欧盟的帮助，希望中国援助。随后，中国的物资与医疗团队抵达塞尔维亚，帮助塞尔维亚人民抗疫。然而那个时候，不少欧洲的政客与媒体批评武契奇，认为他重视中国而忽视欧洲，并且他的话不利于欧洲团结。然而这么久过去了，反倒是让武契奇的话一语成谶。不久前，因为英国疫情的突变，欧洲各国宣布取消与英国的航班，似乎是想将英国围成孤岛。此时的英国恐怕感受到事态炎凉，就连英国媒体也嘲讽自己为欧洲病夫。从年初欧洲各国互相扣押口罩，到如今欧洲国家互相搞封锁，欧洲一点都没有体现出他们口中的大团结。那么为啥欧洲团结是不存在的？俄罗斯人倒是说了句大实话。近日，俄罗斯政治观察专家彼得·阿科波夫撰文表示，欧洲如今的分裂正是由于美国强行要拉欧洲盟友对抗中俄所造成的。在美国人拉扯反华与反俄的大旗下，欧洲人似乎是在抱团，但这到底符合的是欧洲的利益还是美国的利益？我们知道，中国与欧洲相距甚远，用军事威胁欧洲压根儿就是无稽之谈。但中国的市场与欧洲的技术却有着很高的互补性。此外，俄罗斯军事实力也早已不及当年，用军事威慑欧洲也早就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但俄罗斯的资源又与欧洲市场有着互补性，所以说欧洲真的有对抗中俄的必要？换句话说，欧洲为啥要团结？美国人给出的解释是，欧洲各国需要团结起来应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威胁。但这个说法从今年看来完全害了欧洲人。
今年真正威胁欧洲的并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而是病毒。病毒可是没有阶级观念与意识形态的。但是面对这个非中也非俄的敌人，欧洲人还要不要团结？不少欧洲人也为之矛盾，甚至跟着美国的做法来。既然威胁不是中俄，那么欧洲也就没有团结的必要。因此，导致平时宣传团结的欧洲各国在大难临头时完全不顾及盟友的情面。当初577就看出，跟着美国意识形态走的欧洲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团结的。他的话并不是抱怨，而是一句预言。实际上，欧洲人应该明白，欧洲的团结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不是为美国人服务。这次疫情中，美国自顾不暇，压根儿就没帮到欧洲，就很好说明了这点。俄专家也总结称，不应高估欧洲对美国的依赖，与中俄对抗将使他们更加分裂。根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近日日本内阁批准了日本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议案被提出，在特殊情况下，日本应该第一个打击敌人的目标吗？而这个议案通过的话，就相当于日本将背离二战后不主动发动攻击的承诺。而为何日本方面突然不排除打第一枪呢？在去年的时候，日本方面否决了从美国那里购买的陆基宙斯盾导弹的议案。此后，美国方面退而求其次，要求日本增加2艘宙斯盾导弹舰，并且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研发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然而，日本内阁文件对待导弹防御系统的描述极其模糊，文件并没有设定这些导弹发射的最后期限，也就是说，日本可能利用这其中的模糊之处，首先用导弹攻击对方目标。可以说，日本的此举值得警惕。而且也是美国人暗中挑起矛盾，才让日本有了这种激进的想法。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称，本月时候，美军驻日最高指挥官向日本方面委婉地表示，美国为解决日俄之间长期领土争端而进行的数十年的外交努力失败了。俄罗斯方面正在向千岛群岛部署 S-300防空系统，来加强对于日本有争议岛屿的军事力量，从而明确自己的态度。此外，在美军的空军协会会议上，美军驻日指挥官凯文·施耐德中将还表示，此前日本方面为与俄罗斯建立外交、解决领土争端做出了很多努力。然而，普京方面却表现出拒绝的态度。实际情况是，俄罗斯在西伯利亚东部和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加强，并且还加强了俄太平洋舰队的能力。面对这样的压力，日本将继续增强自身的防御能力加以应对，并更多的依赖国际联盟体系。这样一来就很明确了，美国人有意无意唆使日本加强军事力量对抗俄罗斯，并且也开始纵容日本的越界行为。日本方面自然是心照不宣。当然，日本方面多年追求军事的解禁也是值得我们所警惕的。可以看出，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早已背离了初衷，其所威胁的可不仅仅是俄罗斯。近年来，我国空军发展的速度非常迅猛，相较于空军成立初期来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俄罗斯方面特别关注我国的军用飞机。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媒体对我国的航空技术提出了他们的看法。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自主研发的涡扇20涡扇发动机已经取代了俄罗斯研发的 D30KB2 涡扇发动机，并且中国方面将会把涡扇20涡扇发动机装备在运20大型运输机上。由此可见，中国已经结束了他们在航空领域中对俄罗斯的关键技术的依赖。据了解，运20大型运输机从它首飞至今，一直都在使用俄罗斯制造的 D30KB2 涡扇发动机。这款发动机的涵道比比较小，虽然说有利于增加推重比，但是它在运行过程中的噪音以及油耗却非常大，与西方国家的航空发动机相比落后不少。因此，我国为了发展需要，才会继续研发性能更加强劲的涡扇20涡扇发动机。涡扇20涡扇发动机与俄罗斯的 D30KB2 涡扇发动机相比来说，它的涵道比大于俄罗斯 D30KB2 涡扇发动机。除此之外，它的推力将会比 D30KB2 涡扇发动机还要大。最为重要的是，涡扇20涡扇发动机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噪音和使用的油耗都非常小。有消息称，换上涡扇20的运20大型运输机与俄罗斯的伊尔76运输机同样在满载的情况下，前者的最大载重量以及最大航程都远超于后者。由此可见，学生已经超过了老师。
除此之外，很多人也会把运20大型运输机与美国的 C-17大型运输机相比。此前两者相比过后，运20最大的劣势就是发动机不如美军 C-17。然而等到中国将运20大型运输机换上涡扇20涡扇发动机之后，这一劣势就会消失，并且装载了涡扇20涡扇发动机之后，运20大型运输机的飞行距离以及运载能力都会得到提高。这样一来，运20将与 C-17难分伯仲。不得不说，我国的航空关键技术的确有了非常大的进步。运20以及涡扇20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与欧美航空工业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眼下，运20大型运输机已经执行了很多次关键任务。早在今年我国新冠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它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前不久的俄罗斯军演中，它也向世界展示了它的雄姿。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运20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